是趙少康，歡迎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林亮君議員、張啟凱委員、賴士葆委員、李永平前副市長、林沛祥委員。川普在川習會在北京呢，在北京的時候，記者問他有沒有談台灣，他都不講。上了空軍就開始大講特講我想也有道理了，他大概怕被人家講說在北京講台灣，怕被記者說你看你這個在人家的這個勢力範圍之內在主場裡面你就要這樣講，所以他不講。但是上了飛機那是他的主場，他就開始講，而且是習近平談了一個晚上都在談台灣的問題，談那個地方，台灣怎麼變成那個地方呢？川普說台灣現在有人希望獨立，但是呢這個他希望維持現狀。他說如果維持現狀，那北京大概就可以接受。這也是大家一直在討論在辯論說什麼叫台獨，什麼叫台獨。我說正式台獨就是你宣布台灣獨立嘛，中華民國國號改成台灣共和國嘛，國籍也改了，都改，那才叫台灣獨立嘛。那現在說不是，說大陸很多人說你現在不統一就叫獨立，這個叫獨立，我說那個太廣泛了。正式就是你宣布獨立叫獨立，你不宣布就是沒有獨立嘛。私下怎麼講，網紅怎麼講，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我也認為大陸呢是反獨重於促統，對他來講最嚴重就是獨立，你跑掉了嘛。習近平不是講過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嗎？如果你不獨立，我就是中華民國國民啊。那中華民国國民不是中國人嗎？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也是中國人，我中华民国国民不是中國人嗎？而且我比你老共早了這個38年成立中華民國，孫中山領導革命，那1912年宣布成立中華民國，我本來就存在這個地方嘛。那你是說我不存在，我比你還早，你怎麼否認我呢？所以要彼此尊重嘛。其實當時的一中各表就是這個意思嘛，一中。一個中國，我們說是我們，他們說是他們。好了，大家不要講了，不要再爭內容是什麼，然後就開始繼續下面該做什麼做什麼，那是各說各話所以大家都有一個空間了那好吧，那賴清德昨天2次回應白天回應1次，晚上又召開那個國安單位的報告，又講了5點那他強調的就是說沒有台獨問題。而且強調呢要捍衛中華民國現狀那另外呢，賴清德昨天晚上接這個報告以後呢，國安單位看報告又提了5點聲明，說台灣絕對不會被犧牲或被交易那對不起，那這個蘇起昨天他們有一個基金會這個起司基金會呢辦了一個座談蘇起也去，蘇起說呢，北京釜底抽薪，一棒子把台獨打死台獨也不會一棒子打死了那問題是，他就釜底抽薪了嘛？因為原來大家認為說，因為美國是講台灣地位未定論等等，一直好像美國似有若無，他也沒有說這個台灣獨立好。但是呢，因為老共是他的競爭者嘛，是現在最大的競爭者嘛，從某個角度是最大的潛在敵人嘛。所以這種情況之下，你只要跟北京作對，對美國來講，我養一個在那個方面沒壞處，就似有若無這樣子那台獨可能認為說反正美國會支持我們。那川普這樣講，好像就釜底抽薪，沒有要支持你啊。這次川普去之前，大家關心2個問題：一個軍售，一個是他會不會從不支持台獨變成反對台獨。那川普沒有提這個問題，但是他這樣的做法，他這樣的講法就是反对台獨。我不會派兵去嘛，對不對？你們現在很多人這個台灣對不對？認為說我會派兵去，沒有啊，打仗你們自己打嘛，就這個意思嘛。那你如果不怕打仗，你就去講台獨啊。那你台灣人不怕打仗嗎？賴清德不怕打仗嗎？好，那大陸的學者叫吳新博說，美國不認同也不接受台灣走向獨立那另外呢，聯合報說一覺醒來，怎麼名字台灣都沒有了，變成一個地方？怎麼會變成一個地方呢？那另外呢，這個川普呼應習近平，他原來之前就講紅線，所以呢，中共在台海有更大的話語權。我們看一下。哎呦喂啊！總統似乎又被麥克風的靜電點到了。或許有上次經驗，總統處變不驚，又或許是不能在年輕人面前鬧虧。畢竟這活動叫青年座談，身兼民進黨主席的總統要來談台灣民主。憲法第2條，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憲法第3條，擁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那誰擁有中華民國國籍呢？台澎金馬。2300萬。
把憲法第4條沒明定的中華民國領土範圍，總統自己定義為台澎金馬，而特別提及憲法，自然也跟國家主權有關。不管是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或者是蔡英文總統的4大堅持，都是目前本黨或者是我領導的政府所推動的國家政策，都是推動的國家政策。所以大家都可以清楚知道，所謂台獨這2個字的意涵，其實是在指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是在指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但這是在間接回應美國總統川普嗎？因為川普才公開表示不願看到台灣獨立。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憲法上叫做中華民國。總統重申自己就是維持現狀，畢竟就怕川習會後川普心意有動搖。AIT 前處長司徒文更點名川普已被習近平影響。I think it's a departure from previous U.S. polic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前外交官員的憂心，某部分也是賴政府的焦慮。那廖委員怎麼看？這2天啊，自从他出來，他在這個空軍一號講完以後啊，這2天新聞都被攻占所有的版面。1版、2版、3版，哇，4版有的4版都要做這個題目。這個題目啊，對台灣影響太大了哦。我們來看很清楚的，他用一個總結來講的話，就川普說他不喜歡看到有人走向台獨，要 go independent。就這個話的意思說，如果兩岸交火是因為台灣有人宣布台獨，老共就打過來，台灣變成戰場，這個時候他不介入。那麼遠的地方你自己惹的禍。但是我們也知道，其實美國是反對用武力在兩岸的處理過程當中是無力的啊，用武力來處理，它基本上是反對。可是如果你自己挑起來的，你自己負責，這是很清楚的第一點。那麼第二點，你可以看到這一次來講的話，川習會更加的落實一個東西，叫做中美共管台灣了。我在好幾個場合就講了，我公開呼籲啊，那你行政院長，那你總統呢？為什麼我們的前途，他們2個大人在決定，2個神仙在決定，2個超級的強權在決定我們的前途，然後我們都沒有智慧的餘地。第3個，有關於大家現在念茲在茲，就是立法院通過了7800億，那裡面第2期款就是第2期的軍購等它的發價數4800億的錢，我們是已經預算要開始審，明天就是質詢，後天也質詢，然後開始就進來預算進來，要開始要審。但是呢，你看到川普好像3月份就已經人家送到他那裡，戰爭部長把這個送到他的辦公室桌上，他一直不批哦。那會不會大家很擔心的一個，因為要來的9月24號，第2次的川習會要在美國來舉行，所以在之前會不會他把這個案子一直壓着？這個其實對台灣來講最大的壓力在這個地方。最後一點，我一定要提一個東西是。賴清德昨天白天跟晚上講的不一樣很像月亮一樣初一15不一樣白天晚上不一樣。白天時候講什麼？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他不敢講台灣不屬於中國，他說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就是台獨。他就定義這樣是台獨，那就等於是現狀是台獨哦，現狀是台獨哦。晚上時候就講了，台獨不是問題，因為早就是獨立了，所以台獨不是問題。沒有台獨東西，那我們就要問了，那台獨黨綱還在那裡啊，掛在那裡很清楚的。民進黨黨綱是要建立台灣民主共和國，清清楚楚。佩強，我記得沒錯的話，趙先生您跟他在選總統大選的時候，他曾經在總統辯論會裡面講過一句經典名言，叫“中華民國是災難”。那今天他又後來又講“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那今天我有點那種時空錯亂感了，就是他把那個憲法第2條拿出來講，把他一向認為災難的中華民國憲法一直拿出來講，我忽然覺得有點昨是今非的感覺。老實講，台獨這個含義，我記得是從鄭南榕先生開始的。鄭南榕先生一生鼓吹民主，他最主要追求是2個，一個是100%言論自由，另外一個是台灣獨立建國。台灣獨立建國，那賴清德從政開始一直就標榜鄭南榕是他的這個偶像，他的導師。但是很尷尬的是說，那個100%言論自由現在主動抹殺100%言論自由的，其實就是賴清德。
那另外一個更尷尬的是說，台獨不被歡迎這件事情，其實從很早就有了。我記得在陳文茜大姐上面，她的那個自傳上面寫說，她當初幫施明德安排去美國，就去美國之後，施明德回來就直接說就直接跟所有民進黨人說，台獨不可能。台獨不可能，那回來之後就辦好，那時候是被陳水扁跟正義連線攻擊，我記得沒有錯的話，所以那是第一。那可是為什麼施明德去了美國之後回來跟在台灣講說台獨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定有外部強大勢力跟他講這條路行不通。後來第二次台獨不可能，台獨是行不通的，是從後來當上總統的陳水扁口中講的，也是說到外部強大勢力說。台獨是不行的，所以那是他也跟明面的跟所有人講台獨不可能，後來也是被這個基本教義派打亂七八糟。這是第3次我們看到民進黨的黨主席說台獨是不是個選項，但是民進黨黨主席說台獨不是個選項的原因，不是因為外面跟他講了什麼事情，而是有人直接把這個遮羞布把它撕開，這個人叫美國總統川普。而且他直接講說，我們不想we don't like to see anybody go independent and think we're gonna support the military， 就是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人走向獨立，因為他們覺得我們美國會無限軍事支持他。他甚至講說，你知道嗎？台灣跟中國大陸只有59英里之遠，可是台灣跟美國有9500英里之遠，那就再加上說，去年我們從那個強者報告，我記得叫做那個 briefing 嘛，那個有一個那個偏那個五角大廈的報告叫強者報告，裡面講說，美國的先進武器到支援台灣之前，就會先給中國大陸給擊毀，所以這個是剛好符合川普上禮拜五在飛機上講的話，所以這一切就變成跟我們講說，其實美國的政策從來都沒有變，一中歸一中，反台獨歸反台獨，但是剛好就是有人願意說，在選舉的時候，每次拿台獨這個事情來去做一個鼓吹。所以我剛剛跟寶哥兩個在聊說，台獨為什麼我們跟他聊不起來？因為這比較像是個信仰，而不是國際現實面。國際現實、國際政治裡面沒有永遠的友誼，只有永遠的利益。尤其是美國從以前就跟所有人講說，台灣獨立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歡迎台灣獨立，因為這會造成太多的問題。尤其現在我們仔細看說，剛在看日本跟韓國對這次川崎會的反應，日本很擔心 Japan passing， 就是美國也不只是明面的忽略台灣的利益，也有可能把日本的利益直接忽略過去。那韓國變得相對比較高興一點，因為他們一向玩兩面手法，所以他們覺得說我們還是可以做成美中之間他們競爭的時候，我們做一個橋樑。所以當這第一島鏈的其他2個國家都對台灣目前的狀況是說你們走台獨，那我們就是必須分道揚鑣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自己跟自己講說，其實怎麼樣才是最符合我們國家利益的方式。台獨絕對不是選項。而如果口嗨想盡辦法用其他方式來這個瞞天過海、渾水摸魚，說現在就是台獨，其實這是不被大家接受的。所以這一點來講，我們必須要，我還是必須講說，我們上禮拜2吧，上禮拜1，我們就曾經講過說，請賴清德跟國安高層來立法院，針對川習會後做出專案報告。川習會後你們打算怎麼做？不只是只有國安，還有經貿，還有外交。我們未來在川習會結束之後，我們該怎麼做？他們來做專案報告，這才是個負責任的執政團隊，對國會、對全民應該負責任的態度。就賴清德昨天發表2次的談話哈，就是說，我覺得天下人都沒有笨蛋，好，我看得出來，你看得出來，北京看不出來嗎？美國看不出來嗎？對不對？就是說，就主張台獨的人，我是尊重的，因為那一種理念嘛，對吧？我尊重了。但是你當一旦執政以後，你政權掌握在手上以後，你就要考慮對台灣的安危了，就不是一個浪漫的想法，或者一個自己的一個想法，那已經不是了。那賴清德喜歡講的就是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互不隸屬。本來啊，中華民國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你去講這個，而且境外敵對勢力，你就是在製造他不爽嘛。那也許這個製造不爽對賴清德的選舉是有利的，他覺得說這個。就是說，對選舉來講可能有利的，但是比如我們這樣看他昨天還在講說，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華民國台灣它沒有這個名稱嘛。今天比如說你這12個承認我們的邦交國好了，
不要說不承認了，承認我們邦交國，他是承認你中華民國還是承認你中華民國台灣呢？就是中華民國嘛，那就你就老老實實的說，中華民國早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北京也不敢反對啊，北京能說不是嗎？我比你還早38年成立哎，孫中山1911年革命成功，1912年中華民國宣布成立，所以你老共大概1949、1950年才宣布，我比你早那麼多嘛，你不能否認這個歷史的事實啊。所以如果我說中華民國早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沒有話講吧？它的名字就叫中華民國嘛，你非要講說中華民國它偷渡一個台灣，你就把這個台獨偷渡到中華民國裡面，就中華民國被你借殼上市了。那我的意思說，大家都看得懂啊，那何必呢？你就口頭上這樣占個便宜，然後去滿足那些台獨主張者，有什麼意思呢？就給台灣帶來，人家說你看你就是主張台獨，你就是主張台獨，何必？對台灣真的好嗎？休息再回來。好，赖清德說捍衛中華民國現狀，沒有台獨的問題。侯友宜就問了，那台獨黨綱呢？要不要把它刪掉？那既然蔣萬安也問，要不要刪台獨黨綱嘛？哦，那其實我在第一時間也就在我的臉書說，那就表個態啊！我表示我沒有台灣問題。那民進黨現在的講法就是說，他的統一的講法是，台灣早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哦，那我就講，這就是有一點借殼上市。那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國嘛。哦，那既然如此，那天吳崢這邊講說，哎呀，台獨黨綱是我們的歷史文件，意思就是說現在已經不是了。哦，那你就把它，但是現在還在你的黨綱裡面不是嗎？那就把它刪掉就好了。哦，你删掉就表示你的決心嘛。哦，所以我看蔣萬安跟這個侯友宜也在問了哈。那另外國民黨也說，哦，說這個不要用中華民國偷渡台灣。哦，那他因為賴清德昨天發表5點聲明以後。那他們就說，民進黨想獨又沒有能力獨，又沒有膽量獨，所以在台灣、中華民國、台灣之間閃來閃去，一下子台灣，一下子中華民國台灣，一下子又說哦中華民國哦。那事實上呢，就我剛講的，他現在假裝說他獨立了，因為呢他早就是獨立了，名字叫中華民國。所以昨天賴清德5個聲明裡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他要捍衛中華民國現狀，沒有台獨問題，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但民進黨長期的論述始終是在台灣、中華民國台灣不斷的切換，來模糊。那既然他想追求台獨，又沒有能力獨，沒有膽量獨，所以呢，既然如此的話，為什麼就是說這個不就開大門走大路嘛？一個人都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那何況是一個國家呢？所以不要故弄玄虛了。你就說中華民國早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它的名字就叫中華民國就好了嘛，這也不會影響你什麼。就我們是獨立的嘛，那我們比你早嘛，沒有什麼互不隸屬，本來就你何必去扯這個東西呢？什麼境外敵對事都不會講，這個只是讓大家這樣講好了。對兩岸和平有利的事情盡量多做，對兩岸和平不利的事盡量少做，就這麼簡單嘛，對不對？什麼事情有利，什麼事情不利，你賴清德不知道嗎？你很清楚的了哦。我们看一下。總統賴清德17號才定義台獨是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沒想到晚上又改口，強調捍衛中華民國現狀，沒有台獨問題。我蠻同情他的，因為問題在賴清德，因為一位台獨工作者竟然說沒有台獨的問題，早上還在解釋什麼是台獨，晚上突然開口說沒有台獨的問題。果然，大家說。民進黨的台獨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日前才質問民進黨要不要刪台獨黨綱，被對手沈伯洋回嗆，沒有台獨黨綱是台灣前途決議文。而看看民進黨1999年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內容就是台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國號叫中華民國。但賴清德一天之內先是定義台獨，又說沒有台獨問題。國民黨大酸，請賴總統不要再硬凹了，不想成為麻煩製造者，就回歸9·2共識。民眾黨也批評，再次凸顯民進黨只是持續操作意識形態，大玩文字遊戲。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就是回歸到中華民國的憲法架構。民進黨為了利益選票，先假借定義台獨，操作抗中保台，升高兩岸敵意跟製造社會內耗。
這個賴清德一直都視為台獨金孫的人呢，應該是哭暈了哈。那所以我想請問一下，當台獨金孫他不台獨了之後，請問一下，民進黨的台獨黨綱還應該存在嗎？為了回應美國總統川普的一句不希望有人走向獨立，賴總統急着解釋台獨意涵，但在野卻有不同詮釋。賴永平。事實上哦，這次民進黨採用這個回應的方式，並不出人意料。好，但是呢，相當的就是鴕鳥策略哦。他第一個，他重複他常年講的很多的話，但是呢，比較可以值得的標題就是賴清德曾說他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的人呢，正式告訴大家沒有台獨問題。那你沒有台獨問題，這是一個說法。那是不是變成台獨也不再是問題？也就是說，以後民進黨不會再提台獨了呢？就說民進黨的困難是說，你用這種方式，用中華民國的名稱偷渡台灣的概念，你雖然也許可以在國際現實底下去安撫你的台獨主張啊，這個在民進黨裡面是很強的一個政治勢力，但是問題是，你的論述就不是冒着，你實際就是要違憲的一個情況，你才能夠達成你的論述啊。因為我們的憲法就是一個一中的憲法，我們的憲法就是說，整個中華民國涵蓋中國大陸，只是我們現在的治權不及於大陸地區而已嘛，這就是我們本來憲法的規定，包含李登輝時代的增修條文也在說明的是這個事實。那今天賴清德說，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個互不隸屬也是一個模糊的講法。這個在我們憲法增修條文的時候早就處理了嘛。我們是主權，我們並沒有放棄中國大陸的那個主權，可是我們治權互不隸屬嘛。那今天對中國大陸來講也是這樣嘛，他現在治權不及於台灣。可是他並沒有聲稱說他要放棄主權吶。那這個事情是一個早就存在幾十年來，從國共內戰，國民黨到台灣來，它就一直存在的一個情況。那這個情況也沒有改變過啊。那過去國民黨也多次講這個事，可是民進黨就不斷的給國民黨扣帽子。國民黨也講過說，兩岸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的治權是互不隸屬的。可是主權兩邊都沒有聲稱放棄嘛？那這個問題呢，在1992年也很成功的解決了嘛，就是92共識。當時92共識講的就是這麼回事嘛，就是說，哎呀，我們在1992年啊，大家互相有一個了解啊，因為我們的兩邊架構、認知、憲法、歷史都是說一個中國兩邊都互相宣稱有主權。可是呢，治權的各自表述呢，哎呀，大家就有默契啊，你就去講你的，我就去講我的。1992年就解決了的問題，那為什麼到民進黨這裡會出事？因為民進黨蔡英文的時代，他就不要承認92共識啊，他就說他知道1992年有發生一個歷史事件，可是呢，他不承認當時兩岸承諾互相能夠交流交往、和平相處的一個基礎，他不要承認。那這個問題到賴清德時代變得更嚴重，因為他直接說對方是敵對勢力。好，那今天川普的說法跟改變造成什麼後果的影響呢？第一個影響就是民進黨試圖用中華民國不承認92共識，這個互不隸屬來搞出他新的獨立的言論呢？這個定義權，美國目前是相信中國大陸的定義，而不是台灣的定義。那民進黨喪失了定義權的能力。第二個，我們現在一直在討論所謂民進黨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也就大家說的台獨黨綱問題，過去可能是一個內政，大家政黨競爭討論的議題，現在會變成美國對民進黨施壓，必須廢除或放棄的問題。亮君就是說賴清德說沒有台獨問題，蘇漢智都罵了。
說你不打臉自己，你不說你是個台獨工作者嗎？那既然你是台獨就是台獨工作者，既然沒有台獨，那你是变成什麼工作者呢？不是变成無業了嗎？那另外呢，找出一張照片是賴清德，1999年那時候他只有40歲，現在過了27年了。27年以前他就舉一個台灣獨立萬萬歲啊，台灣獨立萬歲，就表示他一向是這樣啊。那他現在又說沒有台獨問題，到底有還是沒有呢？我很開心大家這麼想要了解這個民進黨的黨史哦，就是從剛剛大家一直提到說所謂的台獨黨綱，台獨黨綱是在1991年的時候有台獨黨綱哦，那後來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一直延續到現在，都是民進黨在台灣主權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個文件。我們就是從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至今，我們都一直照着這個方向走。那為什麼大家就講說，那你有台獨黨綱，那你為什麼現在這個台灣前途決議文為什麼會在1999年有這樣子的一個決議文？因為在1992年國會改選，1996年總統直選，當時民進黨內部有很多的辯論跟討論，台灣現在的主權到底該如何定義、如何討論。所以後來我們在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裡面講得非常的清楚，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如果要改變獨立的現狀的話，必須要由台灣全體人民同意。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清楚概念，因為我們也有選舉了，我們國會改選，我們也有總統了，所以我們的主權是不容置疑的嘛，哈。那大家一直在講說啊，賴清德總統現在一直在講這個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然後這個大家好像覺得是很新的概念，也不新。這個其實在之前蔡英文總統他一直所強調的4大堅持裡面，也都一直是這樣。4個堅持很簡單，第一個是自由民主體制，第二個是堅持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是在蔡英文時代的時候就已經講過的事情。所以這些不管是蔡前總統到賴總統所講的這些論述，一直以來都是基於1999年的這一個台灣前途決議文。那至於大家要一直在那邊糾結說，那台獨的定義到底是什麼？我覺得這非常的清楚，就是說，在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在台灣現在這片土地上面，有的人就認同我的國家叫中華民國，有的人認同我的國家應該要叫台灣，有的人說我覺得我也可以接受中華民國台灣。那這個文字上面大家都有不同的認同跟主張，可是問題是我們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就現實來看是嘛？就國際社會認同上面來看，當然有些國家它跟中國友好，它不認同台灣。但是事實上，為什麼我們的護照可以通行那麼多的國家？我們的主權可以這樣？接下在這幾年下來，我們在很多國際組織上面，我們是用台灣，甚至是用我們個體的名字在國際上面發聲，在國際上面表達我們的立場，這是一個現狀。所以我覺得，不管從蔡前總統到現在的賴總統，我們就是堅持台灣的主權是不容侵犯的。如果有任何人要改變現狀，就是要由公投來決定。我想這樣子的立場，從1999年到現在，民進黨的每一任總統執政都從來沒有改變過。休息一下再回來。